仿生人间与大多悬疑剧不同，该剧将时间节点放在未来，勾起了不少观众的好奇心。剧中仿生人的设定非常新颖，未来世界中，人类为寻求情感寄托，生产出与人类几乎无异的仿生人，他们被植入初始执念服务人类，也因初始执念中被设定的思想导致不少恶性案件的发生。为此，国际组织发布仿生人生产禁令，并召回仿生人，寻找人类中隐藏的仿生人，但此事并不容易。如此独特的题材和设定，让该剧未开播时就备受关注，开播后更是直接登上飙升榜第1名，豆瓣好评如潮。看来仿生人间有望掀起一阵追剧狂潮。剧情充满悬念，刘琳分饰2角，拍案叫绝。温泉旅馆内，一对母子被突然闯入的疯狂女子持刀砍伤，儿子为保护母亲刺杀女子，女子应声而亡，倒在屋内的木炭中。警方无法辨认凶手身份，便请来仿生人搜查组织明谋协助调查，辨别凶手是否为仿生人。本是简单的辨别任务，可调查员承诺通过蛛丝马迹发现案件另有隐情，而案件背后的真相与仿生人脱不了干系。经过层层推理调查，承诺发现原本被怀疑成仿生人的凶手极有可能是人类，而站在大家面前的陈新慧才是仿生人。当集齐所有证据证明仿生人杀了陈新慧本体后，承诺一行人从陈新慧儿子的口中得知仿生人下落，前去逮捕。然而等众人赶到时，仿生人已经被神秘人摆成离奇的姿势杀害，凶杀、失踪、险象环生。人类、人性，谁胜谁败？上来就搞这么猛？仿生人间是懂拿捏观众的心的，一集讲述一个故事毫不拖沓，案件之间相互关联，越看越上瘾。采用这种叙事方式，第1集的质量显得至关重要。故事围绕真假陈新慧展开，1集的内容中，不光剧情质量过硬，演技水平更是不一般。因为关键人物陈新慧由刘琳饰演，不得不说，刘琳每一次的出现都能给观众带来巨大的惊喜。父辈的荣耀中，刘琳将任劳任怨、勤快朴实的存花妈妈演得非常传神，骗去观众不少眼泪。观众们还没哭完，刘琳在《蓝龟喜事》中饰演的杜如玉一角善良泼辣，表演幽默轻快，把人笑得前仰后合。在新剧中，刘琳分饰1人2角，又一次让观众惊讶于她演技的高深。当她饰演的仿生人陈新慧接受调查时，听对面的人提对方提起仿生人，眉头紧锁，目光闪烁，一副沉思的样子。她此刻的心虚不言而喻。被叫回神之后，刘琳的神态、动作有些迟缓，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停顿不自然，用力过猛的表现正是刘琳演技的高深之处。因为仿生人的反应就是与人类不同，而刘琳饰演的真正的陈新慧被囚禁在地下室之后，面对仿生人的挑衅，她低声呜咽，面部肌肉止不住的颤抖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的懊悔和无助在此时尽情显现，刘琳的表演最能牵动观众的情绪。一个是仿生人，一个是人类，明明是同一张脸，刘琳的表演却让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真正的陈新慧，将2种完全不同性格的角色在短时间内不断切换，观众却丝毫不出戏。刘琳今年再不拿下个重量级的大奖，说不过去了。祖峰表演出彩，光芒掩盖主角。不过，刘琳的好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，连着2部的女主戏早已让观众见识到了深厚的演技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剧中不起眼、戏份不多的配角，他的演技也非常惊艳。就是本剧45岁的男5号祖峰。祖峰在《仿生人间》中饰演明谋搜查组织的部长陈国峰，也是大部分行动的负责人。在剧中戏份虽然很少，却把一个内心缜密的人物完美呈现。刚出场时，祖峰饰演的陈国峰背对着镜头，看向大屏幕上的案件线索，时不时又低下头深思，双手背到身后，不断抖动着手中的笔。即使没有正脸，
祖峰通过细微的肢体动作，把人物思考的状态呈现出来了，连背影都是戏。当陈国峰被下属问以前的事时，他在不大的空间里来回踱步，说到关键信息时，找到一处支撑，靠着身体，抿着嘴几次张口，才将事情说出来。这犹豫的神态和动作，很难让人不多想这件事背后的真相。见下属近乎疯狂般想要调查案件，不顾陈国峰的劝阻，冲到外面，他看向对方，轻轻摇头，可眼中却是心疼，既是默许，又是无奈。总之，随他去吧。祖峰真正的诠释出来了，角色温润如玉，波澜不惊的气质。不夸张地说，他比剧中的主角还要亮眼。总是出演配角的祖峰，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剧中碾压主角了。早在《山海情》中，祖峰饰演的支教老师白崇礼，他的行为不被当地人理解，但面对阻碍，他从未退缩过。角色性格中温柔与固执的反差，让他将一个尽心竭力的老师饰演得活灵活现，在一众戏骨中丝毫不逊色。其实，无论是《潜伏》中李涯，还是《欢乐颂》中魏魏，不管角色跨度多大，祖峰总能用演技撑起角色，即使是配角也能收获观众无数好评。仿生人间中，剧情中带有科幻色彩、未来世界的设定，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的心。而且剧中快节奏的剧情能够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，还埋下抓人的钩子，不断牵引着人们的兴趣。更关键的是，剧中对人性的探讨从未结束，在案件中洞察人性，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深思，整个故事饱满又自洽。